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4号抵达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后，该机构在官网发布报告，指日本核污水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为日本往太平洋倾倒132万核污染水开绿灯。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不能成为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若日方一意孤行，必须为此承担一切后果。7月4号下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日本首相官邸向岸田文雄提交了该机构关于福岛核污水排放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声称，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认为，日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入大海的方案，总体符合该机构设定的国际安全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天开始将130万吨核污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背书。另据日媒报道，格罗西将于本周内访问韩国，以安抚韩方情绪，但不清楚格罗西是否将前往中国。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给日方背书的做法，中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4号第一时间回应说，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中方对机构仓促出台报告表示遗憾。机构是应日方邀请开展有关评估审查，授权范围被限定于评估排海方案。报告不是日方排海的通行证，不能证明排海是处置核污染水唯一的、最安全的和最可靠的选项。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本着对全人类和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中方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审查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合法性，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日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相关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和片面性。日方出于经济成本考虑，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和反对，执意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将太平洋当作下水道。无论报告内容如何，都无法改变日方未来30年将上百万吨的福岛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日方的净化装置能否保持长期有效，国际社会能否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放射性核素长期积累和富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都没有给出答案。4号，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福岛核污染水问题召开专题记者会。吴江浩指出，从职能授权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促进安全、可靠、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国际机构，并非评估核污染水对海洋环境和生物健康长远影响的核试机构，并且日方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授权，不接受评估其他处置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证明不了日方排海的正当性、合法性。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1972年伦敦氢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背景下，机构的报告根本无法免除日方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韩国舆论曝光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公正性的质疑。韩国一家媒体上月曾2度爆料称，日本外务省某官员与疑似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嗣的3页对话记录显示，日本原子能机构人员水野崇，代号为 F 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与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了多次秘密沟通。日本政府承诺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100万欧元
元以上的政治现金。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在上月15号通过非法渠道提前拿到了原子能机构报告书的最终草稿，并进行大幅修改，使其符合日方构想，再将由日本政府定稿的报告书用来说服机构专家们批准核污染水排海。日本人在为了让大家接受这个方案中间花一些钱，反而在它的总成本里面被认为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份报告，因为这类的报告在出台的时候，通常会有这个非常先入为主的这种观点，而在这种观点之下呢，我觉得就是日本人是不是直接出钱买了一个修改后的报告的结果，这个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这个日本在各个方面上下打点来看，日本是非常希望得出一个就是说对他有利，主要来说就是说认可，或者说是为他现有的这个排放核废水的计划进行背书的这么一个方案的。从这件事情来说呢，这个你得说是整个日本的这个国家机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福岛核污染水有130万吨，十分巨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直接排放核污染水的先例。而且，虽然日方宣称排放前已经经过了稀释等处理，但科学证实，即便是经过所谓净化的核污染水，也无法去除放射性物质氚。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物理学者史奇克马曾表示，氚水很有可能损害细胞中的 DNA。德国海洋研究机构研究表明，大气循环还有可能将核污染水蒸发到云层，再化作雨水洒遍地球每个角落，潜在的危害难以估量。而日本排污地点位置所处的特殊性，决定了福岛核污染水扩散速度会比较快，波及的范围也会比较广。实际上，日本近海的鱼类深受其害。今年5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海鱼许氏平游体内放射性元素超标，放射性元素铯的含量达到每千克18000贝克勒尔，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的标准值180倍。而在2019年捕获的石斑鱼身上也存在辐射超标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韩国的态度。一方面，韩国超80%民众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力量也表示，即使国际原子能机构验证了福岛核污染水的安全性，韩方也不会为福岛水产品进口禁令设置期限，将持续实施至民众放心为止。但另一方面，韩国总理韩德洙上月发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能喝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총리께서도 이 후쿠시마 오염 처리수를 마셔도 좋다고 생각합니까? 완전히 과학적으로 처리가 된 거라면은 우리의 그 기준, WHO의 응용의 기준은 10,000베크렐입니다. 그러니까 그 총리는 기준에 그 안전이 검증되면 마시겠어요? 저는 완전 마시겠죠? 기준에 맞다면 저는 마실 수 있습니다. 마실 수 있어요? 네. 그 우리가 한번 공수를 해볼까요? 네, 그렇게 하시죠.